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落、这种无力达到极致，一个大国衰弱至此，这伙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丑陋的地步，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，帝国主义嗜血成性、杀人成性、凶残无度。我们总说对手如何的野蛮，如何凶残，我们很少检讨为什么自己这么虚弱。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尽苦难，我们没有胜过，我们一败再败。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，南京条约的签订割让香港，赔款2100万两。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又失败，对方都很少的兵力。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英国军舰28条，军队15000；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25000，长驱直入北京，杀人放火，将圆明园付之一炬。你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，我给皇家军事科学院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，我们达到空前的虚弱。我们一般人讲八国联军8个国家打我们，我们如何打得过？但我说你看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？日军最多8000，俄军4800，英军3000，美军2100，法军800，奥地利军队58人，意大利军队53人。八国联军满打满算，1900年8月3号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，满打满算18811人，就这点兵力，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，都等不及了，向北京攻击出发，10天之内攻陷北京。而北京一带的清军15-16万，义和团50-60万，我们挡住了没有？没有挡住。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落、这种无力达到极致，一个大国衰弱至此，庚子赔款空前的4亿5千万两白银。庚子赔款之后，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，美国西奥多·罗斯福把部分赔款返还我们，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，办了协和医院，还有燕京大学一部分。那留美预备学校就成为我们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西奥多·罗斯福印象不错，不管他怎么说，他把中国的赔款还返还我们一部分，办了医疗，办了教育。但是你看西奥多·罗斯福，他极度看不起中国。他说，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，自满自足，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，渐渐的腐败堕落，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，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，忘掉了奋发向上、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，整天忙于满足肉体展示欲望，那么毫无疑问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这一事实：畏惧战争，闭关锁国，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，在其他好战、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，肯定是要衰败。罗斯福提醒美国人，我们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。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民族危亡，解决这个衰败，我们近代来多少先进的中国人，就为了克服这点。我讲，我们历尽选择，为了摆脱衰亡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就是选择吗？你看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天父天兄，其实就是基督教育的中国化，就是我们在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前，洪秀全完成基督教育的中国化，用这套改造中国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洪秀全失败。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他们推出洋务运动，就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呢？气不如人，机器制造、科学技术不行，一定要搞上去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，气不如人。洋务运动30年，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北洋水师，1894甲午海战，全军覆没，一条舰没留下来。洋务运动失败，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沉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一条舰没剩下来。洋务运动失败，洋务运动失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出来了，君主立宪，就是曾左李的气不如人，太表浅了。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呢？制不如人，制度层面出问题了。梁启超讲，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，实自甲午一役时也。制不如人，体制出问题了，要改制，戊戌维新就是改制。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改制，
建立共和。君主立宪没有成功，戊戌维新失败，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，共和建立了。共和建立了以后，后来我们有个片子《走向共和》，认为共和的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给偷窃了。但是我说你如果全面的看，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，袁世凯死后12年，我们还实验了12年共和，结果怎样？北京91政府24次内阁改组，换26届总理，军阀混战，生灵涂炭，共和也没搞成。所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打出旗号了，打倒孔家店。五四运动讲气不如人，志不如人，都太表浅了。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思想文化不如人，要彻底抛弃中国思想文化孔孟之道。我们当年这种思想的偏激和极端，认为万事归罪于一点，找个替罪羊，只要把它解决，全解决了。我说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旗号，以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，形成多么大的反差。我们今天看孔子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，我们出了问题了，不是说孔子的问题，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但是这些人，我们今天讲他们呢，我们没有丝毫否定他们意思，他们都是探索者，他们都在探索，寻找条摆脱灭亡的路径。你从洪有全到五四运动先驱，他们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都有缺点，都有错误，都有问题，但他们都是探索者，他们为了民族不要灭亡，他们做这样探索。我们后来探索是在他们基础之上的。当年我们今天讲中国梦，当时中国社会呢也有中国梦，北京、上海的学者联合做了一次，就是没有说具体讲中国梦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看当年中国，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回答他的梦想：我的梦想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，无瞌睡，换门牌不要钱，人民不必跑入租界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。我们今天很难设想这是什么样的中国，我觉得距离非常遥远了。很遥远吗？70、80年前，80、90年前，中国就这个样子。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，他的梦想，他说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这种嗜好延长下去，非灭种不可。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。只要吸毒，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你。上海大学者施哲存，他说他的梦想：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，外国人走到中国来，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。你知道，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。施哲存在上海，上海外滩，华人与狗不许入内。你骂谁呀？你敢骂吗？你不敢骂。罗文干讲梦想：政府能统一全国，免人说我无组织，内政的勇毅转用来对外，武官不怕死，文官不贪钱，妇女理家，崇尚勤俭，不学摩登，青年勤俭刻苦，不穿洋服，振兴国货。当年这些知识分子啊，中国社会的良心，他们的呼吁，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一起，就4个字：民族救亡。民族到了危亡的边缘，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。我们大清王朝推翻了，民国建立了，灾难没有停止啊！9·18事变，关东军19000，东北军19万，3天丢掉奉天，就今天沈阳，1周丢掉辽宁，2个多月东3省沦陷。1991年，张学良在纽约有段回忆，他说：“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。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，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，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，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是我下的指令。”东北抗战开始于哪儿？齐齐哈尔、马占山抗战。我到齐齐哈尔看，我说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。从9·18事变开始，一直退到齐齐哈尔，马占山违抗命令开枪了，算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抗战开始。全丢了，齐齐哈尔离俄罗斯很近了，才开始，还是违令的。你中国社会那种衰弱，七七事变，
日本华北驻屯军8400，日本人自己统计5800，我们统计最高数字8400，宋哲元29军10万，1个月华北沦陷。中国之虚弱，我觉得我们近代来，我们能反复讲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帝国主义嗜血成性，杀人成性，凶残无度。我们总说我对手如何的野蛮，如何凶残，我们很少检讨为什么我自己这么虚弱。为什么谁都能弄你一下，你谁都无法有效抵抗？我们近代来出了什么问题？问题出在哪里了？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，历史学家蒋廷甫用3个月时间写了本《中国近代史》。蒋廷甫讲，近100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？能赶上西洋人吗？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？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吗？能的话，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；不能的话，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我们能不能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？所有的人，从洪秀全、曾左李、康梁、孙中山、毛泽东都要解决问题：能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？没有这个民族国家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？你看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，广东三元里那样抗击很个别，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。英军登陆后，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、牲畜和粮食。洋人在跟皇帝打仗，以我何干呢？我还得生活呀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，也进去抢了一把，弄了一把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18811人，10天之内攻占北京。我们今天幸亏有联合国军给我们留下来不少照片，你看这留下来的照片之一。我们那么多人帮着联合国后勤辎重推小车，你画面上洋人就2个，其他都是中国人，帮着联军供应后勤，给钱吗？能雇佣啊就可以，哪里国家观念、民族观念的没有的。联军攻到了北京，北京城高池厚，联军1万多人攻不进来。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联军提供消息，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。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。你看联军人数不多，顺着土坡、斜坡，散兵队形排队走下来。我们周围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，麻木的观看。洋人在跟皇帝打仗，进攻皇宫，多少民众帮着联军填平壕沟、绑梯子、扶梯子，还有民众坐在墙头上帮着联军往里瞭望。孙中山讲的4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，数量不能提供力量。如果你不凝聚的话，你一盘散沙，数量没有意义。联军在北京杀人，那联军指定杀谁？中国人捆中国人，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。我觉得这是中国我们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，非常松散。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？我们一盘散沙，这个局面被各个帝国主义所溃破。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处绞刑，被国际战犯法庭东京国际战犯审判，判处绞刑了7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。1931年9·18事变之前8月份，他是关东军高级参谋。关东军即将发生9·18事变，面对10倍于己的东北军，关东军也是人心惶惶啊，他没有把握。板垣给他们做战前动员，没问题，搞得过。板垣讲，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，安居乐业是其理想，至于政治和军事，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，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。因此，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。归根到底，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。所以，从一般民众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，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。无论是谁掌握政权，谁掌握军权，负责维持治安，都无碍大局。抗战开始不是这样吗？
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、58位将官投敌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。8年抗战，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，超过侵华日军数量，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。当时出现问题不是民众出现问题，精英层出现问题，出现大问题。党政精英，那不是精英吗？都成了汉奸了。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、王克敏、殷汝耕、梁鸿志、王济堂、齐燮元、庞炳勋，这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啊！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，还立了功，转眼间整个部队哗变。汪精卫，国民党副总裁，著名的领导人物。你当了汉奸之后，王克敏还看不起汪精卫。汪精卫负责南京伪政府，王克敏负责华北伪政府。王克敏自是资格老，什么叫资格老？投向日本早，他觉得资格老。他跟汪精卫说：“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不行，那些人说话不算话的，你得跟我学怎么跟他打交道。”把汪精卫气得要命。在南京立法会开会，通过一个提案，把王克敏的票权力尽数剥夺，就是华北政府服从南京伪中央政府领导，把王克敏权力全剥夺了。汪精卫用谁？用王济堂取代王克敏。王济堂也算一介文人，你看他把那点文采全用到给天皇吹牛皮、拍马屁去了。日本天皇见了他一次，他回来写首诗：“八鸿一语育人风，旭日盈辉地茂公。春殿从容暖以慰，外臣感激此心同。”自己都自己是外臣。这伙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丑陋的地步，我们当时中国出现的叫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是团团伙伙、一团一伙的精英们的沉沦。